大家好，以前看我视频的网友肯定知道我是德籍华人。今天我在这里想呼吁大家，提醒大家，提醒中国人、华人，甚至是中国政府，请大家不要过分舔德国。接下来我就告诉你为什么。从经济层面来说，德国的企业是西方国家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大众就到上海建立了生产线。那时的中国是相当的落后，几乎没有人能够买得起汽车，其实市场上也没有汽车卖。我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末期，我在北京上大学，那时北京有些个体户做生意发了一点小财，然后呢，有的小老板想买车了，有些嗅觉灵敏的贩子就从东欧的波兰还有苏联倒卖那种二手的古老的菲亚特，是最小那种款式。当时我出于好奇，问了一下像这样的车多少钱，有个老板说要1万人民币。1万块是什么概念？这样吧，当时北京的白领一个月是150到200块钱，买这样一辆又破又老的小小的菲亚特的车，竟然要花4到5年的不吃不喝的工资。我估算了一下，当年1万块钱相当于现在大概是40到50万块。咱们回到大众汽车在中国投资这个话题，当年的巴西比中国不知道发达多少倍，而大众在巴西就有生产线，于是80年代初的时候，大众公司就把在巴西淘汰的那个落后的桑塔纳生产线搬到中国，直到2000年左右。大家回忆一下，在中国跑的几乎都是那种又老又丑的桑塔纳。当年的大众既没有什么技术转移，又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凭这一条落后的生产线，在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后来越来越多的汽车品牌以及越来越新的生产线陆陆续续进入中国。在这里我想再插入一个小故事，全凭记忆啊，时间可能有点偏差，但是事件本质肯定不会错。我在德国上的大学是德国南部叫斯图加特这个城市，如果知道德国的人可能知道啊，斯图加特就是奔驰所在地。大概是1998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来德国访问，貌似也参观了奔驰汽车公司。当地的媒体就报道奔驰可能今后会到中国去投资。我记得当时电视上面有一位奔驰的经理用非常轻蔑的口气说，中国人收入太低了，太穷了，根本买不起奔驰车。他说的那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但同一时期，因为我是学生，所以我假期要出去打工，我就到奔驰里面去。当时我是在质检那条生产线，就陆陆续续看见有中国人预定的新车，奔驰新车，因为车子里面有单子，看得见这个车最终是运到哪个国家去。这上面就有好几辆是中国人，不知道什么人订的。我要说的是，其实有不少德国人，即使是他是德国的经理人，也是不了解中国市场的。总体来说，当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德国落后非常多。同一时期，华尔街以及美国那帮经济界的人倡议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德国也转移了大量落后产能到中国。当年中国的技术标准很低，那一波工业化浪潮让中国很快就成了世界工厂，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大概是90年代到2010年，是中国工业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当时西方的媒体，当然也包括德国媒体，就开始大肆讨伐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甚至呢上升到意识形态，说你看，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只顾发展工业，不顾人民的健康，让中国变得不适合于人类生存。经济全球化，资本家通过转移产能到欠发达国家地区，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污染了当地的环境，然后再从这些国家进口产品，按照同等的价格或是比原来稍微低一点价格卖给他们这个国家的人。这帮人也就是企业老板还有华尔街那些所谓的精英，他们是全球化的赢家。但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大量蓝领工人失业，他们是全球化输家。失业的工人最后
推给国家，推给社会，由西方的福利制度来买单，也就是呢，相当于全民买单。所以在西方，很多人，特别是蓝领工人，他们是反对全球化的。撇开环境污染，由于中国人的聪明、勤奋和好学，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工业也越来越走向中端、高端，外国投资的技术含量当然会越来越高。从各种经济数据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人民的收入连续迅速增长的非资源型的国家，对进口的需求当然一年比一年大。因为今年的疫情，世界各国的市场需求急剧下降，但中国的市场回升比较快，所以今年中国已经跃升为德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已经超过美国，超过法国。可以说德国的经济与中国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紧密。比如前段时间的统计数字显示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它43%的销售额是在中国市场，奔驰、宝马他们也达到2%多到3%，可见中国市场对这些企业的重要程度，也是对那些唱衰中国的人最强有力的打脸。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到德国总出口的 8%。德国某中国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调查显示，欧盟在数十项产品中严重依赖中国，包括电子、化学、矿产、金属、医药产品，尤其在低端价值领域，欧洲对中国的依赖尤其严重。比如今年新冠疫情，欧洲也可以说是全世界都依赖中国这医护物资，出现了各国互相抢口罩这样的怪事。比如本来是德国的口罩，但被无缘无故的运往了美国。网上还有这样的说法，说瑞士从中国进口的口罩，因为它要经过德国，所以被德国扣押。反正就是各种令人啧舌的怪事。经过美国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战以及新冠病毒危机，德国也呼吁要注意过多依赖中国生产线还有供应链的问题。但是生产线的转移也不那么容易，比如德国也知道像口罩这种医用物资不能够过多的仰赖从中国进口，德国有的企业也尝试了在德国自己生产，但德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医用口罩市场，因为没有销路保证。在最初的恐慌过去之后，尤其是公共部门，当然是德国政府部门，不愿意购买本地生产的口罩，而是选择价格更优惠的来自中国的口罩。前段时间在德国电视上面，我甚至看见美国的某一个小老板自己开了一间小作坊，在美国纽约手工生产口罩来应急，可见这个成本有多高。这怎么能够竞争得过中国自动化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德国的智库其实早已经明白了中国市场的巨大，不管是作为生产还是作为消费市场，没有中国绝对是不行的。但他们也怕把鸡蛋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面，所以德国的政府还有德国的工商联合会也会提醒德国的企业到中国之外的地方去建立生产基地，比如说到越南还有印尼，但是几年内是看不见成效的。当然欧洲的市场对中国同样也重要，所以维持和改善中国欧洲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是经济界的共识。但是政治层面还有媒体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记得当年中国还很弱小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对中国还算友好。按我在德国这20多年的时间轴，不管德国什么政党上台，总体的政治风向可以说是越来越对中国不友好。大概可以这么说吧，德国政治层对中国的友好程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反比。由于我是1994年秋天才来德国，所以我不知道1989年的时候或者是之后德国对中国如何。但比较明显的是，德国统一后科尔时期到大概是2000年左右，那时是施洛德执政，当时大体上对中国还算友好。但是过了几年，应该是北京奥运会之前的不知多少年，反正就是接近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感觉呢风向开始慢慢变了。当时几乎每年德国也一样会邀请达赖喇嘛来德国访问，而不少德国政客都会接见他。北京奥运会之前，也就是2008年，在德国或者欧洲，各种藏独活动在德国可以说是达到了高潮。媒体当然也与政治配合的天衣无缝，什么法轮功世界维吾尔大会到近来的港独等等，在德国可以说是如沐春风。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总部就设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慕尼黑就是很多足球粉丝知道的拜仁慕尼黑。建国以来71年了啊，中国的执政党还是同一个执政党。而且根据我每年回国3、4次所见所闻，以及与我的亲戚朋友的交流，大体上我感觉人民还是比较满意目前的生活以及中国的发展的，特别是这10几20年来，发展和进步都很大。当然，一个14亿人的国家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丑陋的一面，但是发展的大体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我不是要比烂啊，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4年的特朗普已经给大家展现的淋漓尽致了，对吧？美国警察跪杀人民的画面，已经让我们明白了某些国家标榜人权的谎言。在德国，其实我觉得不仅是德国的问题，不管是政客还是媒体，几乎一边倒的，我觉得越来越仇视中国。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政治人物几乎没有，因为这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得不到选票。反正我没有看见谁。本来前些年在德国还有的，他叫施米特，但是这个人已经过世了。他有资历啊，他敢说不怕扣帽子，反正他不参选了，所以他不怕没有选票。德国其他的政客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没有任何一位了解中国的人物。可以说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完全来自德国的媒体。本来德国和中国的经济互补性比较强，而且两国没有历史包袱，双方的外贸和投资都比较高，搞好政治关系其实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西方政客偏偏脑残，意识形态治国。各位没有听错，当下最讲意识形态的反而是西方，是不是很讽刺？言必称民主、自由、人权，开口就是中国没民主，中国没自由，中国没人权，开口就是对西藏的文化灭绝，对新疆的种族灭绝，搞什么集中营等等。他们这些人呢，不管是媒体还是政客，说话根本不需要去证实，张口就来。现在德国的外长叫马斯，他可是个反华急先锋，他与黄之锋打得火热，可以说是激情高涨，同时跪舔美国进入了新高度。前段时间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可能当选美国总统的消息，当然我知道美国没有一个官方的机构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当选，然后他就第一时间跳出来表忠心了，祝贺拜登当选，说德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要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德国政府另一位部长是国防部长，他也公开表示要派遣德国海军前往南海与澳大利亚一道，在那里维护国际航行自由，遏制中国。这分明就是想讨好美国主子嘛！这样的政客脑回路真的是有问题，以为凭你这不入流的德国海军就能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了？意思是那里现在没有航行自由？你看灯塔国的航母军舰时不时在南海、东海、台湾海峡耀武扬威，随便进出，像自己的后花园一样，不正说明那里完全航行自由吗？我就不明白了，热闹了中国对你德国有什么好处？难道政治关系紧张起来，经济受损，你德国工人失业你才高兴？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你德国还去干，这不是脑残吗？有的网友说现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亲中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但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亲中。目前的德国虽然没有表态禁止华为，但是他的内阁里面有人表示要排除华为，口气跟美国一模一样，就是说华为给德国带来安全隐患。我就好笑了，你德国总理的电话明明被美国监听，那不是安全问题，反倒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说华为会带来风险。这就是西方政客的嘴脸，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有服从美国主子的旨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你德国政客如何卖力的讨好美国主子，但是也避免不了美国对德国还有俄罗斯北溪2号输气管项目的制裁。这个时候，这些德国的公仆们，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帮德国人发声？为什么不站出来维护德国人利益呢？而跑到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的远在万里的中国南海那边去维护所谓的航行自由。欧盟和德国在中国都有工商会，德国的政客，你们在制定对华方针的时候，难道不听听这些工商会人的意见？难道为了意识形态，
以及与主子保持一致，所以不顾德国人民的利益来跟中国对着干。德国政治圈的人之所以这样，跟德国媒体总体倾向有很大关系。西方媒体向来就是秉持 bad news is good news， 也就是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因为这样才有卖点。所以在报道的时候当然是尽量的添油加醋报道外国的事情，加上他们本来满脑子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所以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就更加肆无忌惮。反正普通老百姓也无法证实真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西方记者的文化呀素质有多高，知识面有多广，只不过他正好在这家报社工作当记者，他写出的东西可以发表而已。很多其实都是漏洞百出的东西啊，但是能堂而皇之的发表，在明眼人眼里啊，其实就是假新闻。大概是2011年，那时中国修高铁是如火如荼，也就是那年出了温州动车事故，于是呢，各种中国制造质量如何低下的那种报道呢，铺天盖地的出来。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篇报道还说中国的高铁都是给有钱人坐的，中国农民工根本坐不起高铁。各位可能不知道，说到动车还有高铁事故，我就来说说德国。其实啊，德国发生的事故及死亡人数要比中国高得多。我记得起码有2起事故，一次是2006年，也就是2006年发生的磁悬浮列车事故。那年在德国的 Emsland 出了事故，至少死了23人。还有1998年的时候，德国高铁事故死了101人。我说的这些数据你都可以去查证的。死者的家属们旷日持久，跟德国铁路打官司，最后德国铁路公司只是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赔款，当年搞得在德国是民愤极大。在这里我还想说说，德国是非常诋毁中国一带一路的。欧洲其实也并不是一个个个都富得流油的国家，其实有很多国家它的基础设施并不好，但是他们经济低迷，或者原来东欧那些国家他们的经济转型也不那么成功，拿不出钱来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中国有这产能又有这资金，而德国呢，对欧洲那些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同的国家可以说是挖苦加辱骂，指责这些国家不应该跟一个共产国家关系走得太近，说那是中国推进全球霸权的一部分，你们这些国家不应该做独裁者的帮凶。但另一方面，德国又不肯拿1分钱出来帮助这些国家，人家是一个主权国家，又没花你德国1分钱，凭什么你对人家说3道4？就是因为眼红又害怕嘛。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件事情，德国出口到其他国家东西并不像有些人网上说的那样质量会低一个档次，没有。其实德国出口的和德国国内的质量是完全一样的，是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我还要澄清一件事情，在过去德国给中国也不少经济援助，特别是改革开放那些年。据我所知，甚至在农业领域也有合作项目，比如德国的 GTZ， 英语叫 GTZ， 就有援助中国的项目。也就是说，给予中国的帮助我们应该记得。最后我来总结一下，德国对中国的敌意，不管是从政府还是到民间，我认为有以下因素。第一是意识形态，中国和德国是2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他们政府啊民间看中国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主要是因为东欧那边还有苏联崩溃了之后，他们看中国就更加戴有色眼镜了。从开始的中国崩溃论当然是来自于东欧还有苏联，对吧？再到后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已经对德国的经济、德国的方方面面貌似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威胁，于是由中国的崩溃论现在变成了中国威胁论，非常矛盾，对不对？关于中国崩溃论，当年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话题，就是谁来养活中国？因为中国有10几亿人啊，德国的媒体报道啊，比如说像非洲那边经常闹饥荒，所以就想到中国，加上可能就是西方某个学者炮制出了这个谁来养活中国这个话题，所以那几年呢，这讨论特别多在德国。可是西方国家呢，讲话总是前后矛盾，才过了几年，然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你看中国买光德国这样的话题。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在电视上面说了，因为那几年德国的牛奶越来越贵，然后默克尔就说是因为中国买走了德国的牛奶，进口了很多德国牛奶，所以德国牛奶涨价了。
把德国的牛奶都喝光了。就是说，一方面说中国要崩溃了，中国很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说中国买光了这个，中国买光了那个。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竞争关系。刚才我前面说了，中国现在发展现在越来越走向中端以及高端。德国当然是主要是高端的东西比较多，对吧？但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强啊，所以在很多方面真的是对德国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呀，德国人就说啊，中国人你是偷我们的技术。另外这几年，中国在海外也在德国收购了越来越多德国的公司，他们特别反感中国人收购他们的公司。但是这是市场经济啊，你德国公司也可以收购德国自己的公司啊，你自己不出来收购，可以一起竞争嘛。但是你自己出的价钱不够高，你出的那个条件也不够好，人家德国卖家当然是想卖一个好价钱，对吧？他才不管你是德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来收购，我拿到钱才是王道。所以在德国还有西方很多国家最容易听到就是你中国人偷我们的技术，中国人拿走我们的技术，就这样。德国对中国有敌意，从政府到民间。第三个原因我认为呢是军事靠美国靠北约，经济靠中国。说到这句话我就想起了韩四靠，就是韩国瑜，他当时选举的那个语言是四靠嘛，就是经济靠大陆靠中国，对吧？科技靠日本，国防靠美国，努力靠自己。我怎么发现你看看所谓民主制度出来的政客讲话都差不多，国防靠美国靠北约，因为德国国防军太弱了，很多装备已经落后了，所以他把自己的希望呢寄托在美国，寄托在北约身上。但是经济方面又特别依靠中国，所以形成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第四个对中国有敌意的，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他们自己又有优越感，也包括某种程度的种族优越感。大家可能不相信啊，直到现在在有些德文当中还有所谓的黄祸这个说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德国的《明镜周刊》。今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新冠病毒在中国的武汉爆发，《明镜周刊》马上推出了这样一本杂志，大家看看这封面，杂志上面的字是新冠病毒中国制造。假如你不看下面的文字，每一位读者不管你的英语有多好，都肯定会认为就是个病毒，肯定会认为这病毒是中国制造的，对吧？这就是《明镜周刊》无耻的借着新闻自由的影射玩民粹啊。前几年同样是《明镜周刊》也出了这样一本杂志，它的封面写着黄色间谍，也是影射，不管你是学者还是学生，在这里都是帮中国政府工作的间谍。像德国《明镜周刊》对中国这种公然的种族歧视，而堂而皇之的被以言论自由为借口得以出版，真的让人毁三观。我呼吁，即使我自己是德籍华人，鉴于德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中国极不友好，我还是希望各位理智对待德国这个国家，千万不要去舔。平时能用国产替代进口的，请用国产，这跟民粹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要送钱给看不起你的人呢？这不神经病吗？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德国人并不因为你买了他的东西会感激你，他们会认为是因为他们东西比你好，所以你才买他的。另外，我还想提醒那些新来到德国人，不管你是学生还是来这里短期居住的人，或者是家庭主妇，请试图多了解德国这个国家，不要乱给国内的人吹嘘德国。请大家记住了，少一个德吹，中国人就多一份自信。好了，今天我的话题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